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6日，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国际禁毒日。我在德国，在科隆市中心的一个很大的公园里，想在这里呢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德国呢属于西方国家，也是一个所谓的比较自由的国家，对毒品也是如此。比如说，德国今年4月1日开始，大麻已经完全合法化，也就是说，只要你满18岁，就可以随便去指定的地方去购买以及自己吸食大麻，也可以和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消费大麻，都可以。反正现在是合法化了。那为什么德国也追随，比如说像美国啊，大麻合法化呢？我觉得可能是出于无奈吧。从我来到德国以来，我就一直知道啊，我的朋友当中也有人吸食大麻的，但是我的底线就是不会去触碰，更不会去自己吸食。我对于大麻的意见是这样啊，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比如说在德国，既然它已经合法化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对吧？但是我的内心呢是绝对反对的啊。人家要怎么购买呀，怎么样消费，我无所谓，只要跟我无关，跟我的家庭无关，都无所谓。但是我是坚决反对大麻在中国合法化的，这点没有商量的余地。中华民族就是受了鸦片战争的蹂躏。所以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经历过100多年的至暗时刻，这点我觉得我们国家民族的伤痛是绝对不能忘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大麻在中国合法化。但是刚才说了啊，你在德国它已经是法律规定已经可以自由吸食购买，这点呢我们要尊重人家，国情不一样嘛，对吧？在德国30年以来，我一直知道我的朋友当中或者我的同学当中有人吸食大麻，他们也对我说了，其实大麻呀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他们甚至说没有影响，一个是不会上瘾，也不会呢对自己的健康造成什么伤害。不过我不是医学人员，我不知道啊，听听就好，反正我不会去接触。德国现在大麻合法化是出于无奈，为什么呢？其实呀，德国这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其他的成人，吸食大麻呀是比较普遍的。过去呢一直在台下，所以呢这管控呢比较困难。然后现在德国经济也不大好，然后德国的那个政府的债务越来越高，所以大麻合法化，我认为啊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客不便说的啊，那就是增加国家税收，因为你合法化之后。那就可以通过政府出面来制定一条龙服务，组织生产、销售以及消费都可以一条龙啊。所以呢，这个税收是哗的，就像香烟一样。其实香烟的税收是德国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财政来源。那今后大麻这个税收也一样。所以我分析啊，大麻合法化在西方，在德国，税收的考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只不过呢，政客不会对你这样说的啊。像德国这种国家，他们毒品不管是所谓轻毒品，比如说大麻，还有重毒品可卡因这个消费，它其实啊，在他们德国人口当中比例是蛮高的啊。比如说我看了一下，德国去年2023年，就是官方统计，因为毒品死亡的人超过了2200多人，美国呢甚至超过11万。这美国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啊！美国人口占世界大概5%左右，对吧？4%、5%。可是美国那个吸食毒品的人、消费毒品的人占到全世界12%左右，12%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了。我虽然没有去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但是按照我的观察呀，全世界毒品的重灾区绝对是美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美国。特别是去过，比如说像美国纽约啊、旧金山、洛杉矶、费城、底特律等等这样的城市，特别是像费城啊，有一个叫丧尸街，对不对？我还专门去那个地方去调研了，确实啊，触目惊心。你可以看到那些瘾君子他们的末日，他们人生最后的一站是怎么样的，让我看到之后特别的有感。
这个有血受伤了。这个打针打得烂烂的，你看，在这里打针，你看在这里打针，你看到吗？打针。对，看到了。不要给人家打我们啊！对啊，烂的都是针头啊。不敢走得太近啊，太危险了，走太近。这里应该是最多的吧，人啊。你这样拍人家很明显了。砸的是水啊，对吧？你有点怕了，对吧？你看他们是这样做生意的，现在。以前我在这里做那个时候是欧美派。Thank you。现在我们这里要通。哎，哈布。红灯是吧？正好。你看那个人躺在地上了。但是，给你，快点，不要强迫我，快点啦！对。你这个强迫我拍。所以你这个人真的有问题，出来到这里。这真的很好，这个画面。这个关系特别好。而且特别隐蔽啊，现在。其实，在德国也有这样的地方，比如说法兰克福火车站站前街大概100米的地方，你就进入了德国毒品最重的灾区了。还有在德国的柏林，比如说有个 Görlitzer Park， 还有汉堡的火车站、科隆的火车站，还有科隆的其他地方等等，都是消费毒品的地方。在德国，我也亲自去拍摄过，比如说法兰克福火车站站前街那种景象，确实是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不过，美国费城的丧尸界要比德国这个法兰克福火车站前街呢要严重 N 倍。这次我从中国回来，
给我蛮大的感觉呢，就是在德国的街上经常能够闻到那个大麻的味道。因为今年4月1日就合法了，我是4月1日离开德国回到中国的，所以呢，我回来之后，相当于德国真正的大麻合法化，可以肆无忌惮的可以合法的吸食大麻，所以呢，这个空气当中有一种香甜的味道，这就是某些中国人在美国发表什么毕业演说时候讲的话，在西方确实是现实啊。不过这个香甜不是空气中真正有一种甜的香的味道，而是这种不可描述的大麻的味道。这在德国城市有，在美国的城市非常的普遍。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在什么纽约呀，在那个美国的费城啊，等等等等。朋友们，因为本期节目是关于国际禁毒日，我展开一下啊。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前4、5年吧，从中国移民到德国来。我听说可能是为了小孩的读书吧。然后呢，前几天我又与他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他现在已经回国内了，他带着他的孩子相当于回流了。他说是让他的孩子回国读书，具体我没有问原因，因为不好问啊。我猜啊，可能他认为他的小孩在德国读书，可能对小孩的未来不是特别的好。我猜啊，他们移民德国可能有些后悔了，不然的话不会送他的小孩又回国读书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普通中国人，他们没有在海外长期居住的这种经验，或者说经历吧。不管是50后、60后还是70后，加上有些80后，在中国那个年代，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几乎都是仰望外国的，加上德国当年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天堂一样的存在，所以他们当时有这个机会啊，移民德国，我觉得也不能怪他，是怪有一个信息差。另外一个呢，还是怪我们中国人在过去受到了一些媒体还有一些公知的洗脑，所以天然的对外国，特别像对德国这样超级发达的国家，有一种仰望羡慕的心理。他们当初移民德国是非常兴奋的，但是近几年来，特别是经过疫情来，可能他们在德国居住了，能够深入的接触德国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德国可能生存也不容易，特别在德国想赚德国人的钱更不容易，除非你是有特别的资源，你在德国有销售渠道，可以销售一些比如说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否则如果你做普通的贸易，或者在德国打工，想挣钱想发财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绝对不可能。好，我们回到毒品这个话题吧。其实啊，中国人很多移民海外的人，不管是50后、60后、70后也好，还是80后，他们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小孩的读书，为了小孩的教育。刚才我认识的这个中国人也一样。朋友们，我在这里可以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如果你们为了你们孩子的教育而移民国外，我认为啊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除非你们是在中国超级有钱的人，到了国外也是属于超级的富豪，然后呢可以上国外的精英学校，那可能是正确的。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阶层，我在德国在国外我接触不到这个阶层的人，所以呢我无法说他们这边的精英学校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你的小孩是不是能够接受到他们精英的教育，然后呢认识他们精英阶层的人，有这个人脉。如果你真正的花了钱能够接触到他们的精英阶层，以后呢也进入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又未尝不可呢？但是我告诉大家，我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我接触不到。为什么我觉得为了孩子移民德国或者移民西方国家是个错误的选择呢？我给大家说说德国当下的情况吧。在西方，像德国也一样，大家也知道是崇尚所谓的快乐教育的、减负教育的，也就是说让你的孩子非常快乐地度过他的童年。可是有得就有失，对不对？你的孩子在他学习的时候不学习而得到了快乐，那今后可能他的职业生涯就会遇到很多的麻烦，碰到很多的钉子。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在他的未来可能他的竞争力不高，而且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7、8岁或者10来岁的时候，就带他们移民到国外来了。
他的中文水平肯定不怎么样，对吧？最多可能可以跟你在家说说流利的中文，但是读和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说，孩子很小的时候移民出来，那他的中文很大概率可能就废了。另外呢，在德国学校，大概下午1点钟、2点钟就放学了，即使有全托，可能从2点钟到5、6点钟，你家的人来接他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比如说2、3个、4、5个钟头，他在学校是不可能有什么受教育机会的，最多就是有老师或者是有其他人员能看管他，不让他走到社会上，这样就谢天谢地了。你希望他有什么补习班呀，有老师辅导他，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我大胆的说吧，你的孩子1年之内在德国学到的东西，可能不及在中国学到的东西一半。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特别的武断，但是我觉得这非常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孩子一直在德国接受所谓西方式的比较先进的教育，等你的小孩毕业之后，可能他就废了。也就是说，你的小孩今后呢，在国际上绝对竞争不过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的学生。我这么说可能很武断，但是我特别确信我说的是对的。我可以非常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德国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呢？可能孩子13岁，你看就进入青春期了，对吧？15岁左右，在德国，不管是男孩、女孩，带男朋友、女朋友回家过夜，啪啪啪，是非常正常的。大家没有听错，13、14岁、15、16岁带男朋友、女朋友回家过夜，发生性生活，这是非常正常的啊。如果稍不小心，可能没有处理好，那你可能30、40岁就可以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这不是耸人听闻。当然，不得不说啊，德国这方面的教育要比什么美国啊，还有什么非洲啊、南美洲的国家要好得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注意到，在美国，不管是北美、南美还是其他的国家，年纪小的10几岁的单身母亲就非常的多，20多岁的单身母亲比比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他们整个社会啊这方面的那个氛围就这样，很随便。所以说了，在德国啊，13、14岁、15、16岁发生性关系的非常的常见。那如果你带你的孩子出国来移民，为了你孩子的教育，最后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孩子他的学业废了，他的人格废了，可能他10几岁就当爸爸妈妈了。这是你移民的初衷吗？如果你真的要移民，我特别的欢迎，因为中国已经够卷的了，移民一些出来可以减轻国内的负担。所以不管你们爱不爱听，我就是说我知道了德国的现状。这就是德国的现状，就是呢，德国的整个社会呢比较开放，对这个性呢比较看得开，不像中国人那么传统那么保守。如果你能够接受，比如说你的女儿在14岁、15岁的时候就带她的德国男朋友回家过夜，然后呢啪啪啪，你能够接受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你了不起。还有另外，在德国的校园有很大的概率，你的孩子来到德国之后，不是学到数理化的这种方面的知识，而是学到怎么样啪啪啪，怎么样去买大麻，去吸食大麻，怎么样去开 party， 怎么样去逃课等等等等。还有在德国，我们作为华人在德国是少数人口，对不对？很可能你是男孩子的话，会受到其他德国孩子或者其他外国人的霸凌。受到霸凌的孩子，他不一定会告诉父母的啊，他可能会厌学，会逃课，不想去学校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会进入社会，变成社会的混混。那这是你移民的初衷吗？还有在德国，总体来说，德国学校的教育它的质量跟中国相比是比较差的，好像是每2年还是每4年有一次那种国际教育质量比较，这个排名叫 PISA， 不是比萨比那个 PISA， 而是 PISA。 德国的排名是比较靠后的，美国的排名更靠后。好像中国参加了2次，一般是比如说是上海的、北京的，还有什么江苏的学校。
中国的排名特别特别的高，让德国人大跌眼镜。他们觉得中国学生怎么那么强呢？当然，因为是中国比较发达的一线或是沿海城市这些学校，所以可能相对来说，那些学生他们学的东西可能就比较深了，比较多，他的排名比较靠前。但是即使这样，我就觉得啊，总体来说，德国的基础教育绝对赶不上中国，赶不上，大家没有听错。然后在这个排名当中，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比较靠前，比如说新加坡的，还有香港的、台湾省的，还有韩国的、日本的等等，他们的排名都是非常靠前的。这说明了什么呢？东亚人他们的人种从智力方面确实有优势。另外一个呢，儒家文化重视教育，我觉得也有很大关系。你看，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华人，不管他处在哪个阶层，比如说我们村的农民，他绝对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而在德国，还有西方国家，还有任何其他国家，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导致了在德国这个学校，它的氛围呢，并不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孩子安心学习的一个地方。刚才说了，逃课的逃课，吸大麻的吸大麻，打架的打架，等等等等。又加上德国是移民比例比较高的一个国家，大家知道吗？在德国有很多移民，他们的父母甚至是文盲，大家没有听错啊，他的父母是文盲，加上他们来自一些那个宗教圈子的人，他们可能他们自己的父亲没有上过几年学，甚至是文盲，他们的母亲那种女性啊，在那个社会，在那种宗教之下几乎没有地位，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接受教育。也就是说，这样的孩子的母亲可能一个字都不识，你说他们怎么能够重视自己孩子的教育呢？对吧？如果你的孩子所在的学校、所在的班级，一个班里面有几个这样的学生，你觉得这个班级的班风，还有这个学校的校风能好吗？甚至我听到在德国很多学校是这样，老师不是教授学生什么科学知识，而是维护课堂的秩序都很有困难啊。所以有的学生可能上学上了2-3年，连德语都说不流利，别说还学到什么其他科学知识了，对不对？如果处在这样的班级，乱糟糟的，你觉得你移民到德国，你移民到这样的西方国家，是为了自己孩子的未来好呢，还是反而把孩子推向火坑呢？这个问题我抛给你，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灵拷问啊。我的这个朋友，也就是从中国全家移民到德国一个朋友，她带着她的孩子回流中国，又回国内读书去了，留着她的老公在这边。她虽然是一个明白人啊，不是为了她的面子而死死撑在这里，为了孩子的未来，绝对不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移民国外。我认为啊，让孩子见见世面是好的，但是绝对要在他世界观形成之后，比如说在他18岁、20岁，甚至在中国读过1-2年大学之后才让他出来，至少让他在中国他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了，然后他是成人了，至少能够分辨一些好坏之后才让他出来。我认为呢，这样才更好。另外我觉得啊，孩子很小的时候移民让他们出来，他们的根应该是没有了，他们人脉绝对是没有的。而人脉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德国一样，也讲人脉。你别以为啊，在德国好像这个社交没有中国那么复杂，不讲人脉，大错特错。其实德国成功人士他绝对有自己的人脉的啊。像我做一个普通人，我想打进他们的圈子也不可能啊，因为我没有那个人脉呀，接触不到他们呢。还有，如果是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带他移民到国外去，一个是没有学到东西，另外一个呢，可能他学到一些坏东西，把他整个世界观毁了，最后可能导致了他接受所谓西方自由的东西，连你这个父母都不认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想吸毒就吸毒，那你这当父母的，
到时可能欲哭无泪啊，然后回家可能跟你讲普通话都不想讲，他讲他的德语，你讲你的中文，最后你和你的孩子形同陌路，这是你移民的初衷吗？另外说到毒品，你们移民国外，你的孩子不染上毒瘾，你就万幸了。德国大麻都合法化了，然后其他毒品其实是失控的。那么如果你的孩子不小心接触到，然后陷进去，那他的一生是不是这样就毁掉了呢？ In den Konsumräumen des Drogenzentrums dürfen Abhängige sich unter Aufsicht Heroin spritzen, das sie mitgebracht haben. Die Utensilien bekommen sie gestellt. Sie alle sind schwer drogenabhängig. Schnell wird klar, hier geht es nicht in erster Stelle darum, diese Menschen von den Drogen wegzubekommen. Vor der Tür sieht die Welt ganz anders aus. Hier im Bahnhofsviertel zu drehen, ist nur mit versteckter Kamera möglich. Diese Leute rauchen Crack. Die Droge ist billig, macht sofort abhängig, verlangt ständig nach Nachschub. Die Süchtigen direkt vor seinem Restaurant. Das erlebt James Ardinas jeden Tag. Für ihn ist die Drogenpolitik der Stadt gescheitert.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